最有魅力的时刻，弹吉他的时候，弹吉他他拿起吉他的时候，感觉有一道光，啪，哦，代表有进步这样。所以你意思是说，他把那个吉他放下来，那个光就就会不见了？砰，就回来，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嗨，欢迎回到甜蜜 YY。今天呢，我化身为一个小迷弟来着，因为有一部音乐 BL 剧的主演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来欢迎谈一场完美恋爱的主演张峰豪还有涂善存。Hello， 大家好，我是涂善存。好，大家好，我是张峰豪。那我们先请善存和峰豪和我们介绍一下《谈一场完美恋爱》这部剧在演什么？那你们在剧中饰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在《谈一场完美恋爱》里面饰演的是 Neil。那 Neil 这个角色，他在最初是跟哥哥组了一个乐团，那后来因为发生了意外，哥哥就不在了，他就开始他坠落的歌手生涯，直到他遇见小海，就从小海身上重新找到喜欢音乐的力量跟站上舞台的勇气。然后我饰演的角色叫小海，然后我是 Neil 跟哥哥的粉丝，头号粉丝。然后就是他因为哥哥过世之后 ，Neil 也淡出了。我在6年后意外成为他的作曲人，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段旅程，这样非常疗愈。啊，那听说你们在拍这部戏之前就已经有认识了，对不对？对。那现在就来考验一下你们之间的默契，看到底对彼此有没有真的了解哦。我们现在是非常了解吧？了解吗？应该非常了解吧？有信心吗？我看你是有点心虚了。可以啦，可以的。好像没有在关注我了。真的乱讲话。第一题，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哪里？你字数会不会太多？有一点。好，来，完蛋了，是不是答案不一样？一样吧？几个字？几个字四个字。 4个字。 2个字。哎，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在录天才冲冲冲，虽然这也是华视。好，我们3、2、1，电影院。对啦，星星光影光一样城壁纸啊，星光，你一定要讲那么这么清楚是？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壁纸。OK，我的毕业制作。紫罗兰的那个壁纸。哎，对，张导。因为我那时候毕业制作在星光影城放映，他就来支持我。其实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所以是什么契机啊？朋友的朋友，然后他就邀请他，然后大家一起，很多人一起来。第一印象是什么啊？我第一印象就先自我介绍，导演你好，我叫涂善存，对，我身高181公分，体重70公斤。如果你以后有什么新戏要制作的话，你可以找我。对。然后我请他跳一段舞，但他没有跳，所以我就没有找他演。没有糖葫芦。开玩笑，就是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木讷寡言的人，比较谨慎的人，比较有礼貌的人。这样子啊？对，结果歪掉。那个善存呢？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因为就是毕业制作嘛，自己的第一个作品要给大家看，你会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有点紧张、有点兴奋，所以他那天话的比较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是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再来第2题喽。第2题就是分别写下2人的生日。哎呦，3、2、1，是吧？没错，没错。这题目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对啊太 easy 了，对不对？一块蛋糕。好，那两块呢？你好笑。不好意思，这是什么笑点？不好意思，解释一下好吗？就是观众可能会没有，就跟封豪相处久了，就会常常的会有这种也不知道哪里好笑的话，好，但是觉得很好笑，这样好。分别写下2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不会写那个字写字很多写啊，这是怎么写？哎，我突然也不会，对不对？没关系，好，那有人陪我，可以。什么字不会写？日谣摇滚。我写你以前是 K-pop， 现在是 Magnet。哎，哇，太没有默契了吧？写本人本人的部分。本人的。对啊，你现在应该你很喜欢听岁日吧？岁日喜欢听 England Star 吧？对，喜欢。对，强制置入自己的歌曲，这样子。我喜欢日谣。日谣我也喜欢，One OK Rock。对，一样。那你们就是拍摄期间会就是分享自己的歌单吗？会哦，真的哦。他有时候就会放歌，然后我一直要放 One OK Rock。然后我在现场嗨到不行，他就一直唱，嗨到不行。真的吗？需要给你一个机会表演。要，来，可以了。好，那我们下一题。好，觉得谁会更容易主动表达爱意？本人哦，不是剧中的角色，本人。A few moments later. 3、2、1。我爸，你。我比较闷骚，他比较不会讲出来。嗯我私底下对，其实蛮安静的。
蛮安静，是吧？对，是，就是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怀疑不信吗？自己就不信他我自己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也是一个没有那么会表达爱意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跟风豪在一起的话，我可能比他还会再主动一点点。稍微阴一点这样。对，因为毕竟他还是小朋友嘛，还是小朋友，小朋友需要多一点的照顾。爸爸在照顾小朋友。没有爸爸，没有爸爸，太多了吧？爹系呀，哥哥不是最近有那种流行的什么爹系哥男友哥哥啦，哥哥好啦哥哥好。下一题，如果要用一种食物形容对方，会是什么东西？哦，看一下，哦，哇，太久没写字哎，这字怎么写啊？有啦，你写对写。对哦。有 OK，好。草莓大福，花生酱。你们两个都不约而同。为什么花生？酱？是肤色的部分吗？不是不是，不是这花生酱为什么长这样？耶，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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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还是是啊，好吃。我非常喜欢吃花生酱，然后它又可以加入到甜食，又可以加在咸食里面。所以你就是把它比喻成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对，就是啊什么情况下我都会喜欢的东西。 OK。哦，还不错，我喜欢这个答案。那草莓大福，草莓大福原因就是因为草莓大福不是外面是白白的一白色的圈就很干净嘛？那我觉得风豪和小海他们同时都是外在很干净的人，但是呢，就是你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就是非常的红润，然后很活哪里泼，而且它很容易脸红。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我就莫名的怪，还是我们比较我以为不正经，思想龌龊对，还是我们比较我以为是，好，没有没事。对，就你知道啊，好看啊没有啦。么意思可是你是花生酱，那你就是把它弄脏了欸。配在一起好吃啊，对吧？哎，可以甜的啊。好，没有，哎，这是桃子吧？不是这个是白色的，啊这边是红色的，而且你忘记拍戏的时候你常常脸红嘛，所以就是你看把那个外有吗？其实也有点像寿桃哎。对啊，它就是草莓大福。好，是草莓大福，可以草莓大福的可以没关系。最后一题呢比较特别，它是一个图片题，就是我会提供2个图卡，分别是你们演出的戏剧的剧照，然后你们要分别写下是哪2部剧。哇塞，善存，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不好？现在谁在你身边？谁？你啊？请问一下，张导这个姿势是 OK 的吗？这一条影片是好看的吗？我不管，我好吧，完蛋了，你完了你，我完了。你完蛋了，不是这个答案是不是？没关系，完蛋了没关系好，那我们一起哦，3、2、1。谁在你身边啊？哇塞！哎哎呀，飞鱼高校生，看来2位的默契还是算还可以啦，尚可对，尚可还不错啦，还不错啊。就可能要再稍微恶补一下对，恶补一下，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场完美恋爱这部剧，你们之间是怎么样去培养彼此的默契的？我们就会聊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啊，甚至是一起打游戏、聊动漫。留一个灯盖，哇，好中二，好中二，好中二，剪掉。我要留下来。但我觉得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拉近彼此距离，就其实蛮快速。因为我其实也是很喜欢看动漫的人。因为加上你们之前就已经有稍微一点点的认识，对啊，所以就比较快培养默契。对，那就是封豪，就是我们在那个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突然觉得哇，这个人也太暖心了吧？那或者是善存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感动的？因为我很宅，很爱玩电动。你很宅，对，然后我就是在现场等戏的时候，我会玩手游，然后那个手游就是我一个人都会默默的坐在旁边玩，然后等有人 cue 我，我就会放下就去上工。结果那时候他就过来看我在玩什么，结果他隔天他就去下载这个游戏。等戏的时候就变成他跟我一起坐在一旁，然后再玩手游，玩，然后我们甚至被 cue 过去要上戏的时候，我们说等一下哦，等一下那个，然后才你这样显得我们很不专业。哦，对不起。我在练习音乐的时候，他会在一旁默默观察，因为他其实音乐程度是比我好很多的，就包含吉他，他以前是吉他社的。然后看我遇到卡关的时候，他就会默默的就给我一些提示、指导这样。对，我就张导哎。我就蛮感动的。好，我刚刚吓一跳，我想说，该不会又要说，在我练习的时候讲冷笑话？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不会吧？没有，这个也会，好不好？这个也会，是不是？这个必须要有的啊！等一下讲到什么
谐音梗我就会讲出来了。真的吗？好，那我随时等你哦。现场会比较尴尬一点。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喜欢这种凝结的感喜欢这种氛围觉，很凝结啊，喜欢。留一颗灯开。谈一场完美恋爱这部剧到底有什么亮点，就是值得大家去收看？我觉得就是这部戏的音乐的制作非常非常的好，音乐非常非常好听，我们都有在里面就是在音乐上面做出贡献。我觉得必看的理由哦，就因为有我们啊。怎么办？尴你看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接？想捏大腿了。留一颗灯开。你们演这部剧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大的挑战？第一个一定是音乐的部分了，花了蛮多时间在准备这件事情，因为都会拍我手的特写，弹钢琴的特写，我其实重来了很多遍，有时候会跟不上，有时候弹错，工作人员都说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那会压力很大吗？因为其实压力蛮大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做到的时候又会更认识小孩。我觉得是很必要的。不过你在画面上就是表现的还蛮游刃有余的，就看不出来你有紧张的感觉。谢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当然音乐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大家都是。演出歌手就算了，表演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是 live 的演出，就是 live 直接排。那现场还会有非常多专业的歌手，好比殷红、太佑、嘉欢坐在台下，就是我们已经不是专业的歌手了，我要唱给专业的歌手听，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部剧的剧本非常的感人，就是它其实可以走很写实的路线。那我觉得你要在写实跟唯美之间做取舍，对我们来说是件难的事情。好比说Neil一开始的那个酸菜头，你说那么写实的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已经是就结果来说已经没有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么写实。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其他的比较写实的关于比较诗意的歌手，他们可能走的会更极端。但是至少我们在这部片里面是用一颗头就呈现，然后跟表演的状态。那如果万一就是有观众就是因为那颗头稍稍有点却步，那你觉得要用什么方法挽回观众的心？给这部剧3集的机会，3集的机会，3集之后这颗头就不见了。而且我觉得，甚至是你可能3集之后，你慢慢看着 Neil 跟着小海成长，你会开始怀念他那颗头。真的，你说啊，酸菜头怎么不见？因为这个剧的剧本，它到后期其实是会非常感人，被这个故事打动，所以你会知道它前面的那颗头其实是承载了很多的创伤。OK， 那就是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音乐的部分嘛？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在准备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对方的表现？我会耶，你会？因为我比较会弹吉他，因为我比较懂。他要看我们标准，没有啦，我就会，因为我看得懂吉他，我就会看了一下他弹的东西，而且我又非常羡慕他可以弹吉他哦，因为你很想弹，对，他很想弹，因为我钢琴不是那么在行，弹一弹我会瞄他，有点手痒，对想要去摸一下。对。我是在弹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么把握的时候，你就是会心里会有点不安，那我就会回头看一下他，因为我们表演的时候通常舞台都很近，所以我就看一下他，然后他只要对我微笑或点头，我就哦，我做对了，我就又有信心的感觉，这种被张导肯定的感觉，对不对？对。那有没有除了音乐之外啊，也觉得说，哎，其他方面也就是特别会关注一下？假设我比较早收工，他跟小梅还有戏的时候，我就躲在后面在看他们两个在演什么这样子。你单独的我好像都不在，他们都不在。对，因为他其实有跟哥哥的戏，我有点想要保留那个新鲜感。对。哦，对，所以我就尽量不要去看他。我以为是那个，因为现在观众都在刻那个哥哥跟那个弟弟的鬼船，所以你就是我不要在现场。如果当初我想到这个的话，我就一定直接在现场定场，不可能在现场了。我觉得眼不见为净啊。没关系啊，因为也有人刻那个啊，瑞斯跟那个小海啊。真的、哦？身高差太猛了。对啊，我们就说，哎，好像可以把那个小海抱起来飞高高，就是差不多长这样嘛。对，小朋友一丢就没了，一丢就没了。拍戏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瞬间觉得对方哇特别有魅力的？我觉得他在现场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讲冷笑话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久而久之，突然就是会觉得他讲完冷笑话之后，然后没有人笑，他自己却很享受的那个反应，很有魅力，蛮可爱的。他很尴尬的说哈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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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蛮可爱的。对，差不多就这样，差不多好可爱这样子。最有魅力的时刻，现场每分每秒。没有了，就是夸张了吧？什么老套的答案？弹吉他的时候，弹吉他，他拿起吉他的时候，感觉有一道光，啪，
哦，代表有进步这样。所以你意思是说，他把那个吉他放下来，那光就就会不见了？砰就回来，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他拿起吉他的时候，他的自信是往外的。哦，但是可以理解。他放下吉他的时候，感觉他的自信会缩在他的心里面。有点像那个乌龙派出所的本田，对，骑上汽车。没错。刚刚善存已经把他觉得你可爱的地方说出来了，我接下来也要问你，你有没有觉得善存哪个瞬间很可爱的？就突然觉得哇，好想捏他的脸之类的。想捏我的脸，就可爱哦，好可爱哦，好想逗逗他哦之类的。他不可爱啊，他是帅啊，他是帅，就是没有，就是没有那种某一个瞬间就觉得好像小朋友啊什么，因为他没有啊，因为他就是像哥哥一样，像哥一直都很沉稳。对，因为我真的太皮了，如果我们两个一起皮下去，这个戏应该拍不成。我觉得导演就有这种感觉啊，对，他到后期就说你们两个是不是相处太久了，脑袋有问题这样子，脑袋有问题。留一个灯开。谈一场完美恋爱这部剧啊，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或是哪一段戏让你们觉得哇，好像真的有在跟对方谈恋爱的感觉？有一场戏我有特别强烈的，就是觉得他就是看到我看着他的时候，我会觉得满满的爱跟就是会很感动。他在我面前完成了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件事情，他为了我完成一件事情啊，对，那一场是应该是比较普遍级的吧？是比较普遍级的，是浪漫的。什么意思？因为也可能是，对啊，怎么样，就是完成其他地方啊之类的。谈恋爱的感觉，不官腔，但是真的是在现场几乎是每刻。确定？因为这个确定不官腔啊？我是觉得挺官腔。不官腔。谈恋爱的戏，我会很需要真的是爱对方哦，因为我觉得稍稍的不爱对方，稍稍的有点排斥，观众看得出来。做功课或者是跟对手相处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去做到这件事情上，去爱上那个角色，爱上角色哦。那可是像你讲的，就是比如说演员可能要爱上这个角色，要做哪些事情可以去投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我觉得就是多跟对手相处，就相处，然后把他的优点放大，一直放大。你看着我的酸菜头的时候，你也是抱持这样的心情？其实我一开始都没有觉得说啊，这酸菜头好臭好丑哦，但是播出的时候，你就被人家影响了，对不对？被人家影响。播出到现在啊，两人就是感觉偏清水嘛。你们知道清水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重咸。对，有那个概念啊，不知道。对，就是通常呢，就是看 BL 剧的腐男腐女们呢，都会想说，哎，这部剧可能是清水路线啊，或者是说比较重口味的路线。那你们的尺度到底到哪里？因为你们有跟泰国的明星合作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客串的来宾，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出现了，对，第四集。对，那因为他们最近有一部戏啊，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撞球桌上面妖精打架。那想知道你们妖精打架？妖精打架呢，就是做那件事情。OK， 叫妖精打架。对，我们就是要比较那个比较对，我们要自己对自己含蓄一点，就是你们的尺度到哪里？因为观众应该会很好奇。大家除了满足观感上的享受之外，我们在剧本上面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扎实的体验。重咸的部分是少不了啦，但有没有到撞球台上面，我是妖精打架，应该是没有啊。但是有多咸？就能不穿的都不穿。可以评论一下，就是彼此的吻技如何嘛？然后可以形容一下对方的嘴唇像什么触感？碰到觉得好像豆腐之类的，还是说它就是超级硬，根本就没有保养，就跟钢刷，对，跟石头，冷冰冰，对，冷冰冰的之类的。你说，你的就很像草莓大福啊，就是那种就是 QQ 的。然后松软的感觉，对，然后粉粉嫩嫩的那种感觉，确实是软软的，只是你是不是要分前后期？就是第一集跟后面，对，因为一开始第一次亲到是在他比较落魄的状态，对，那他就是有胡渣，然后我只要亲下去，因为我必须马上避开，然后一避开的时候，我其实整个脸是往他的胡渣上面刮下去，哇，那会痛吗？很痛。超痛，会吗？超级痛，就是立马补妆。对，真的有，好像真的有补妆吧？感觉要立马补妆，有，就是刮掉了。因为有拍了很多个 take， 不是只是掉妆而已，我是怎么样红掉，哇，然后红掉，然后那个化妆师还要补，对，但是一开始是是这个印象啦，对，然后后面就是
软软的，软软的，有像什么食物吗？有像他好像有点期待你的答案，你不要让他失望。你不要再讲花生酱哦，麻糬花生酱麻糬，一碰就会入口即化。它嘴唇没有到非常厚，然后就是会感觉很快就把它亲完，把它吃掉，包住这样。对对对。因为其实有观众，怎么了？因为我第一次怎么了讲这个东西，啦？哇，我你真的脸红了。有是不是草莓大福？你看变红了。哎，真的耶，你脸红了。我们平常拍尾戏的他就这样子。好，来，下一题。没有要下一题啊，我还要继续看你这个样子。哎观众应该很喜欢。想听笑话吗？好啊，那你讲一个。没有。因为现在看起来有点热嘛，你讲一个笑话。有一天小鱼游，然后遇到一只大鱼，他说大鱼，你喜欢吃什么鱼？大鱼就说我喜欢吃讲话很慢的鱼。小鱼就说手白。手白，因为他讲很快。好。哎，那其实你们有没有就是垃圾啊？垃圾？对啊，就是舌头有在那个互相打架。那个尺度，因为我觉得刚刚冷笑话赶快推掉。因为我刚刚觉得好像有点太冷了，我觉得还是再温暖一点。那最后呢，就是因为今天那个我们的 Reese 跟欧卡不在现场，偷偷爆料一点小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 Reese 呢，我跟他对戏，我非常常笑场，就是莫名其妙。他就是有自带一种让人觉得很好笑的感觉，很幽默的一个形象。然后我们都叫他刘大哥。刘大哥，我每次跟他对完戏的时候，我在大笑，笑到我会一直这样抽动，然后拉我背，我也这样抽动。然后因为排他嘛，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再给我笑了，现在排我。然后跟 Jam 的话是 Jam 很爱吃东西，Jam 很爱吃东西。哦，你怎么这样讲人家？因为台湾的美食很棒啊，很好吃。对，台湾美食很好吃。他就是我们去高雄拍嘛，那他应该高雄的夜市都吃遍。那你有推荐他什么食物吗？没有，这个工作是 Reese 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就对了。但我跟他一直在聊动漫啦，所以是沟通无阻的。无阻，我跟他讲就会很开，他也知道。天哪！天哪！好，那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做这样。有，一起做。有。好，那有机会我们再请他做一下，好不好？可以。Orca 他其实他的本人跟在剧中的角色其实是两个非常大的反差。像他本人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很有礼貌。然后就跟小海一样很像，而且他会一直跟我们聊游戏啊，聊什么。可是因为他那个角色要非常有巨星气场嘛，对，所以他上戏的时候，他整个人就会切换成另外一个状态。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嘉景拍大家聚会的戏，那聚会就要有很多零食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真的在演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做戏吃的。他在现场的时候，他学中文学很快，但他会学的是关键字，他可能没有听到现在暂停了，所以他就可能就继续吃饼干。然后这么可爱，这卡 OK 的话要联系，对，要联系，但要继续，但他没有听到要停，他继续去吃。然后那时候现场就说 ：“Orca don't eat。”然后他就说：“没有，我没有。”好可爱哦，很可爱，非常可爱。那因为播出到第4集啊，应该瑞卡 CP 会有一点点的剧情。对，那其实观众也很好奇，能不能小小的帮我们透露一下后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其实故事的一开始 ，Orca 跟 Neil 我们是同学，然后介绍给他们认识了。Orca 在泰国，他是变成了巨星这样子，所以他回来一方面是追求 Reese， 过程当中就会跟 Reese 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碰撞，就是妖精打架之类的啊。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是要跟 Neil 变成一个竞争对手，亦敌亦友的状态，就帮助 Neil 找回他的状态。那我们喜欢这部剧的朋友呢，就可以再去关注一下《谈一场完美恋爱》这部剧。好，我们接下来的桥段呢，就可以让恩海 CP 透过这个环节来展现他们之间的粉红泡泡哦。那我们要请2位来演出一下喽，有没有信心？有，张导，有，土哥比你还有信心哎，有。我送你回家吧，你身体不太舒服吧？不用，我自己可以。如果你昏倒怎么办？不要逞强啊！我没有逞强。你在生气吗？我真的没事。你一点也不像没事啊。我今天的状态应该是
昏倒那个吗？你说你要昏倒，还要我要昏倒吗？扛起来。然后我们不建议你现在昏倒一下啊，盯住你让他靠一下，靠一下，他没有太大力，他没有在就是整个人倒下去哎。这很久了。最后呢，我们再请善纯跟风豪宣传一下《谈一场完美恋爱》这部剧要去哪里收看，还有它的播出时间。每周一晚上8点，在嘎嘎乌拉拉、Line TV、Friday 影音都可以锁定我们的《谈一场完美恋爱》。然后我们的戏剧 OST 原声带已经在各大的音乐传流平台上面上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音乐，你就可以去用你自己熟悉的音乐平台听起来。追踪 IG、Facebook。谈一场完美恋爱的粉丝专业有那个业绩压力是不是？有业绩压力，对。好，那如果要让大家追踪的话，是不是要发送一些福利给大家？我们来个可爱3连拍好不好？好， No， 甜蜜3连拍。嗯1、2、3。哇，好甜哦！看完影片，别忘了到 Tell Me YY IG 参加抽奖活动，有机会获得演员的签名拍立得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别忘了开启小铃铛。那我们谢谢我们2位演员，谢谢，谢谢小乐，谢谢大家。拜拜我现在没有力气。